一起来看精彩短剧接班人的考题故事解说。蒲城赫赫有名的首富郑爷，一身过硬的功夫鲜有人及，多年来无数人暗中谋划刺杀他，最终全都无功而返。可在这一刻，有人直言，郑爷过往的好运已经到头，今日便是他的结束。面对对方的挑衅，郑爷神色淡然，语气带着十足的底气，直言想要取他性命的人数不胜数，对方根本算不上什么人物。没过多久，郑爷的下属匆匆赶来，向他汇报现场情况，称闹事的人已经全部被控制，相关事宜也已经向辖区报备妥当。下属看着气场沉稳、褪去锋芒的郑爷，心中满是疑惑，忍不住开口询问，好奇郑爷是否打算彻底退隐，不再过问世事。毕竟镇山集团根基庞大，旗下产业众多，牵扯的人脉与利益错综复杂，绝非轻易就能放下。郑爷面色平静地定下规矩，往后集团的行事规则依旧不变，任何人胆敢越线违规，依旧会被严惩处置。但他明确表态，从今日起，他不愿再接触这些打打杀杀、利益纠葛的人和事。下属瞬间领会了郑爷的心思，猜到他是打算去看望自己的两个儿子一飞和明成。下属向郑爷如实汇报了两个儿子的近况。大儿子沈一飞一直四处奔走，想方设法想要搭上镇山集团的人脉资源，谋求事业发展。小儿子沈明成则安分守己，常年在菜市场摆摊卖菜，生活平淡普通。郑爷闻言，眼底泛起一丝感慨，回忆起妻子临终前的嘱托。当年妻子弥留之际，紧紧抓着他的手，苦苦哀求他不要再让两个孩子踏入自己充满纷争的老路。这些年来，郑爷始终牢记妻子的遗言，小心翼翼守护着两个儿子，从未让他们知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也从未让他们沾染过任何黑暗肮脏的事物。可镇山集团偌大的产业，终究需要有人继承。下属见状，主动提议可以提前为两位少爷铺路，打通集团内部的人脉渠道。郑爷立刻出言拒绝，他心中自有考量。他想要看到的是两个儿子在不知情、没有身份光环加持下的真实品性与处事态度。同时，他吩咐下属，从今往后不要再称呼自己郑爷。此番回城，他只是一个想要投奔儿子、寻求落脚之地的普通老人。至于镇山集团未来的继承人选，全看两个儿子自身的本事与心性，谁争气，谁靠谱，未来的家业便交由谁。最后，郑爷心中暗自告诫自己，绝对不能让孩子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，活成满身纷争与戾气的模样。随后，郑爷向下属索要了大儿子沈一飞的住址，让下属拨通了沈一飞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郑爷以苍老平和的语气告知沈一飞，老家的房子漏雨无法居住，自己打算进城暂住几日。沈一飞接到父亲的电话，略显意外，疑惑父亲为何突然进城，随即连忙表示自己立刻下楼接他。等到郑爷走到楼下，沈一飞看到父亲一身朴素老旧的乡下装束，脸上瞬间露出了不悦的神色，开口埋怨父亲穿着随意。他告诉父亲，这里是高档小区，往来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这般模样实在不妥，至少应该好好收拾打扮一番。走进小区上楼时，沈一飞刻意避开了正门，带着父亲走了货梯。他连忙向父亲解释，并非刻意怠慢，只是今日小区正门人流量大，父亲身上沾染了乡下的尘土，走正门容易弄脏楼道地板，而且自己的妻子张曼兰素来爱干净，若是被邻居看到父亲这般模样，难免会多嘴议论，自己还要费心解释。郑爷听着儿子冠冕堂皇的借口，只是平静的反问，自己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根本无需过多解释，坦然告知他人身份即可。沈一飞瞬间语塞，连忙辩解自己并非此意，只是觉得父亲刚从乡下过来，气质穿搭和小区的环境格格不入，催促着父亲赶紧上楼，不愿再多做争辩。两人刚进门，屋内的妻子张曼兰便出声询问是不是快递到了。沈一飞随即告知妻子，是父亲从乡下过来了，老家房子漏雨，想来城里暂住几天。张曼兰闻言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语气满是不满，当即质问沈一飞，明知自己父母今日要来家中做客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让乡下公公上门暂住。张曼兰直言家里根本没有多余的居住空间，公公身上带着乡下的尘土气息，留在家里会影响观感。更重要的是，沈一飞当下正处于洽谈镇山集团重要合作项目的关键时期，万万不能出任何纰漏，家中若是杂乱不堪，惹人闲话，会严重影响他的人脉和事业发展。沈一飞连忙安抚妻子，先让父亲落座。郑爷没有坐下，只是目光平静地看着儿子，直白询问他，自己只是想进城暂住几天，是否真的无处容身。沈一飞见父亲执意追问，索性不再伪装，坦言自己并非不愿收留，只是当下事业繁忙，正值往上攀爬的关键阶段。他直言自己早已不是当年在乡下混日子的普通人，如今接触的都是高端人脉和优质资源，父亲的乡下身份和模样只会拖累自己的前程，让旁人看笑话，变相拖累自己的发展。
郑爷听完儿子这番凉薄的话语，心中了然，默默将所有情绪藏于心底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张曼兰的父母如约抵达。张曼兰瞬间换上热情的模样，连忙将二老迎进屋内，贴心表示房间早已收拾妥当，让他们安心居住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家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二老进门后，很快闻到了屋内淡淡的尘土味，疑惑询问是什么味道。张曼兰毫不避讳，直接点名是乡下公公身上带来的味道，随即向父母介绍身旁的郑爷，称这是沈一飞一直在乡下生活的养父。二老得知郑爷的来意后，当即表示十分不巧，他们此番前来要常住一段时间，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留给郑爷暂住。沈一飞立刻顺势附和，告诉父亲并非自己狠心不留，实在是家中没有空余住处。张曼兰的母亲更是直白开口敲打郑爷，直言沈一飞如今成家立业实属不易，作为长辈理应多多体谅，不能动辄就给晚辈添麻烦，拖晚辈后腿。他告诫郑爷，沈一飞当下正是事业上升的关键时期，接触的圈层早已脱离乡下，人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位置，不要肆意拖累晚辈的前程。这番句句扎心的话语，让郑爷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想起自己曾经年少离家闯荡，年幼的沈一飞曾紧紧抱着他，天真的说自己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父亲。可如今长大成人，事业出成的儿子，却成了第一个嫌弃自己粗鄙、嫌弃自己脏的人。郑爷压下心中的失落与寒心，平静地告知沈一飞，自己明白了，不会再给他添麻烦，随即转身准备离开。沈一飞见父亲执意要走，又当着岳父岳母的面慌忙出声阻拦，责怪父亲不顾及场面，让自己难堪。就在郑爷落寞走出楼道，身处寒风之中时，小儿子沈明成恰好赶来。沈明成看到独自站在寒风中的父亲，满脸心疼，连忙快步上前劝说外面天气寒冷，让父亲赶紧进屋躲避寒风。沈明成的妻子陈秀莲也立刻热情招呼郑爷进门，连忙让丈夫给父亲倒上热水，贴心询问父亲是否吃过晚饭。得知父亲还未进食，陈秀莲不由分说，立刻让父亲坐下，主动为父亲盛饭，丝毫没有半点嫌弃之意。用餐时，沈明成细心询问饭菜口味是否合适，担心饭菜太咸不合父亲胃口。郑爷看着贴心朴实的小儿子夫妇，再次提起自己的来意，告知二人老家房屋漏雨，想来城里暂住几日。沈明成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表态父亲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这里永远是父亲的家。为了让父亲住得舒心，沈明成当即决定把夫妻俩居住的主卧收拾出来给父亲住，自己和妻子晚上打地铺休息。郑爷连忙推辞，心疼年轻人熬夜辛苦，表示自己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歇息，不必如此折腾。沈明成却十分坚定，直言父亲是自己的至亲长辈，绝不能让父亲受半点委屈。看着懂事善良、待人赤诚的小儿子，郑爷忍不住开口询问起他的生活近况。他得知沈明成一直在菜市场摆摊卖菜，每月摊位费就要1800元，进货成本还会随季节波动，近期食材进价偏高，生活开支压力不小。郑爷疑惑询问沈明成，为何从不找大哥沈一飞帮忙扶持。沈明成坦然道出实情，自己曾经确实找过大哥求助，但沈一飞以创业初期自身不易为由推脱了，自此之后他便再也没有开口麻烦过对方。沈明成心性坚韧，觉得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日子苦一点累一点自己熬一熬就能过去，没必要事事麻烦别人。夫妻二人待人温和，心思细腻，全程贴心照料着郑爷的起居，反复叮嘱父亲不用拘谨，安心住下即可。看着眼前没有功利算计，只有真心相待的小儿子一家，郑爷心中满是感慨。一碗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，几句朴实温暖的贴心话语，远比大儿子沈一飞那些虚伪的场面话要珍贵万分。夜深人静之时，郑爷独自静坐，心中满是释然与安稳。如今的他远离了往日的打打杀杀，不再有人需要他一句定生死，没有无休止的纷争和算计，奔波半生，他终于拥有了安稳踏实的归家之感。次日清晨，沈明成早早起身准备出摊卖菜，贴心叮嘱父亲慢慢收拾，自己先把车子推下去等候。郑爷随后赶到菜市场，静静坐在一旁看着儿子忙活。沈明成做生意十分实在，对待顾客真诚热情，顾客见他品性憨厚，也愿意多光顾他的摊位，买卖氛围十分和睦。就在沈明成专心经营摊位时，沈一飞带着镇山集团的拆迁主管郑彪匆匆赶来。沈一飞看到父亲也在菜市场，面露诧异与不满，当即质问父亲为何会在此处。郑爷淡然回应，自己如今住在明成家里，自然会过来看看。沈一飞没有理会父亲，转头看向沈明成，开门见山提起老家房屋拆迁的事情，告知弟弟郑主管今日专程前来，就是为了敲定拆迁协议，给最终答复。沈明成态度坚定，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接受5000元的拆迁补偿款。沈明成告诉二人，自家的老房子虽然老旧，
但也是正规住房，周边几家相邻房屋的拆迁补偿价格都远高于5000元，这个价格明显不合理，无异于压价欺负人。郑彪闻言，态度立刻变得傲慢强势，直言这片区域位置偏僻，房龄老旧，5000元的补偿已经是格外照顾。郑彪嚣张地告知沈明成，此次拆迁是镇山集团的重点项目，容不得他像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。沈一飞也在一旁不停劝说弟弟，让他不要固执糊涂，这片区域日后会由镇山集团整体开发，早点签字拿钱搬走，才能省心省力，死守破旧房屋没有任何意义。沈明成依旧不肯退让，郑重表示那是自己的家，并非一文不值的破房子，绝不会轻易妥协签字。沈一飞见弟弟油盐不进，满心烦躁，声称自己好不容易搭上镇山集团的人脉，郑主管亲自上门协商是给自己面子，沈明成的固执只会让自己左右为难，颜面尽失。郑爷在一旁静静看着全程，终于开口发声，直言沈一飞是拿着亲弟弟的房产做人情讨好外人，根本不是真心为弟弟着想。郑彪见状，不屑地打量着朴素苍老的郑爷，出声呵斥，询问他的身份，嘲讽一个乡下老头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沈一飞瞬间颜面尽失，连忙拉住父亲，低声埋怨父亲不懂事，乱说话，让他不要在这里添乱。他斥责父亲年纪不小，却不懂当下的社会形势，早已不是种地务农的年代，能搭上镇山集团的资源，是自己拼尽全力争取来的机会。父亲昨日去家中闹事，今日又来菜市场丢人，只会彻底毁掉自己的前程。陈秀莲见公公被无端指责，当即上前维护，直言沈一飞不分是非，父亲从乡下进城无依无靠，身为长子不仅不愿收留体恤，反而百般苛责，实在太过绝情。沈一飞立刻厉声呵斥弟媳，不准他插手自家家事，嘲讽他们一家自身穷困潦倒，还要拖累旁人。沈一飞言语刻薄，嘲讽弟弟一辈子守着破旧房屋，摆摊卖廉价蔬菜，注定没有出息，自己如今给他争取拆迁拿钱的机会，他却不知珍惜，还要带着父亲一起顽固犯错。一旁的郑彪失去耐心，放出最后通牒，5000元的补偿款今日签字即刻到账，若是拖延，日后连这个价格都没有。沈明成态度坚决，再次明确拒绝签字，直言补偿款不合理，少一分都绝不妥协。郑彪见沈明成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当即挥手示意身后的工作人员上前，准备强行施压。陈秀莲见状心生恐惧，连忙呼喊报警，想要阻止对方的行为。郑彪一行人肆无忌惮，当场表明态度，直言就是要让沈明成一家认清现实，搞清楚蒲城是谁说了算，这片区域归镇山集团管辖，不愿主动搬迁，就只能被强制清退。沈一飞在一旁假意劝说弟弟签字妥协，避免事情闹大无法收场。沈明成据理力争，坦言老房子是一家人安身立命的根本，5000元的补偿根本不足以安置新家，对方不能强行逼人妥协，暴力拆迁。郑彪的手下态度蛮横，当场出言辱骂，推搡陈秀莲。沈明成立刻上前护住妻子，怒斥对方的恶劣行径。眼看众人步步紧逼，动手伤人，年迈的郑爷瞬间出手反击，身手利落，气场凌厉，轻松制服一众手持器械的工作人员。众人满脸震惊，完全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瘦弱的乡下老人，竟然身怀过硬功夫。沈一飞当场吓得慌乱失措，连忙拉住父亲，大声质问父亲是不是疯了，直言郑彪代表的是镇山集团，得罪了集团的人，再能打也毫无用处。如今社会拼的是钱财、权势和人脉，父亲这般冲动，只会彻底毁掉自己的所有前程。郑爷冷眼看向大儿子，厉声反问他，是否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就可以纵容外人上门打砸亲弟弟的家业，牺牲家人的安稳？沈一飞依旧不知悔改，直言自己只是不想事情闹大，弟弟顽固不化，与其最后吃亏受损，不如早早妥协退让。他更是冷漠表示，自己和沈明成本就不是亲兄弟，没必要为了对方耽误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他还埋怨父亲没有本事，给不了自己优渥的生活，自己只能靠拼命打拼争取机会，自认没有任何过错。郑彪吃瘪之后，满心怨愤，放下狠话，今日之事绝不会就此作罢，得罪镇山集团，这一家人日后都别想安稳度日。随后带着手下愤然离场。围观人群散去后，沈明成依旧满心后怕，忍不住询问父亲，刚才面对一群持械之人，身手却如此利落，是否以前专门学过功夫？郑爷起初只是淡然推脱，称自己只是常年干农活，力气比常人偏大而已。可沈明成深知，单纯的力气大，根本无法对抗一群专业的成年人，依旧满心疑惑。经历过这场冲突，沈明成心中生出了退缩之意，主动劝说父亲，不如放弃老房子的产权。沈明成告诉父亲，对方今日敢带人上门闹事，动手伤人，日后定然还会上门寻衅，自己和妻子吃苦受累无所谓，可父亲年事已高，不能再被这些纷争牵连。
他提议暂时妥协签字，先和父亲回乡下暂住，避开这段风头，日后再另做打算。郑爷态度坚定，断然拒绝了儿子的退让，直言老房子是沈家的根基，是一家人的安身之所，绝不能白白退让。面对儿子的担忧与无力，郑爷沉稳安抚，告知儿子无需畏惧，也不用他们夫妻承担任何事情，所有麻烦和纷争全部由自己一人解决，让夫妻俩安心休息即可。待儿子儿媳休息后，郑爷拿出手机拨通了专属下属的电话，语气威严，不再是往日慈祥的老人模样。他下令让下属立刻彻查城东老街拆迁项目的负责人与所有细节。下属迅速核查信息，向郑爷汇报，该项目隶属于镇山置业，现场主管为郑彪，项目总负责人是周泰。郑爷得知负责人是周泰后，语气冷冽，满是失望。他直言自己只是让周泰在公司历练打磨，从未想过他竟敢胆大妄为，私下侵吞拆迁补偿款，刻意压低住户补偿金额，还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暴力恐吓住户，强行逼迁。郑爷当即下达严令，要求下属彻查所有账目、合同与补偿名单，逐一核对签字人员、钱款流向、涉事人员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违规作恶之人。同时命令下属次日一早立刻赶回蒲城，当面给自己交代清楚所有问题。次日清晨，周泰带着一众人员上门堵门，态度嚣张跋扈，在门外大声叫嚣，若是沈明成不给出让拆迁的说法，便让全家不得安宁。周泰进门后，一眼认出了郑爷，满脸不屑的嘲讽，没想到昨日身手厉害的人，竟是一个乡下老头。周泰狂妄表示，在整个蒲城，没人敢与镇山集团抗衡，区区一户普通住户，根本没有资格和集团谈条件。他质问郑爷，昨日阻拦拆迁，打伤自己手下的事情该如何了结？一旁的沈亦菲连忙上前讨好周泰，主动辩解过错都在父亲身上，还不停劝说父亲认清现实，低头认错。他再次为自己辩解，称弟弟不肯签字妥协，矛盾只会愈演愈烈，自己也是无奈之举，只能借助集团的力量施压，避免后续出现更大的损失。沈亦菲甚至冷漠表示，父亲没本事给自己铺路，自己只能靠争抢机遇打拼前程，自己没有任何过错。周泰没有耐心听他们的家事纠葛，直接向郑爷施压，要求他跪地道歉，并且今日必须敲定拆迁签字事宜。见郑爷不为所动，周泰当即下令手下动手，想要强行制服对方。面对众人的围攻，郑爷依旧从容应对，气场全开，轻松震慑住所有人。周泰等人终于察觉不对劲，眼前的老人绝非普通乡下老者，这份沉稳凌厉的气场是普通人绝对不可能拥有的。沈亦菲也彻底慌了神，连忙催促周泰动手收拾父亲。就在场面僵持之际，周泰的秘书周秉义带着大批人马火速赶到现场，看到郑爷的瞬间，立刻躬身行礼，恭敬称呼一声郑爷。这一声称呼瞬间震慑了在场所有人。周秉义当众认错，诚恳表示是自己失察，没有管好公司下属，更没有约束好周泰，甘愿接受所有责罚。随后，周秉义当众公示了彻查结果，城东老街拆迁项目的实际补偿标准远高于5000元。周泰和郑彪私自篡改拆迁名单，压低住户补偿金额，从中侵吞巨额差价，还雇佣社会人员恐吓、暴力逼迫住户搬迁，所有证据确凿无误。得知真相的沈明成夫妇恍然大悟，并非自家运气不好，拆迁条件苛刻，而是这些高管从一开始就蓄意算计，克扣普通百姓的补偿钱款。郑爷当即下达处置指令，所有涉事人员全部移交公安机关处理，依法判刑，足额赔偿住户损失。城东拆迁项目全面停工，重新彻查所有问题。周泰瞬间彻底慌了，跪地痛哭求饶，不停向郑爷认错，声称自己一时糊涂，不知对方身份，还试图攀扯他人推卸责任，苦苦哀求郑爷饶过自己一次。一旁的沈亦菲早已呆立当场，彻底陷入绝望。他直到此刻才幡然醒悟，自己亲手怠慢、嫌弃、赶出家门的老父亲，竟是自己穷尽所有人脉，拼尽全力想要巴结攀附的蒲城顶级大佬镇山集团真正的掌权人。自己往日的虚荣、势力、绝情，此刻都成了天大的笑话。待众人散去，现场恢复平静，沈明成带着满心疑惑，轻声询问父亲的真实身份。郑爷不再隐瞒，坦然告知众人，周秉义的称呼没有错，他就是众人敬畏的郑爷。20多年前，他孤身一人在蒲城闯荡，一步步打拼出基业，创立了如今的镇山集团。郑爷缓缓道出过往的辛酸往事，他年轻时一心打拼事业，争夺权势，身处无尽的纷争之中，从未觉得这条路有何不妥。直到妻子意外离世，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。妻子并非病逝或遭遇意外，而是死于对手针对他的火拼冲突。当年为了护住他的性命，妻子替他挡下致命伤害，最终抢救无效离世。妻子临终前
唯一的心愿就是恳求他不要让2个孩子踏入自己充满血腥、纷争、黑暗的道路。20多年来，郑爷始终坚守承诺，将2个孩子养在安稳的普通环境中，自己独自隐匿于暗处，扛下所有风雨，从不允许孩子沾染任何黑暗势力与肮脏交易。郑爷坦言，自己如今早已疲惫，不愿再执掌集团，深陷纷争。镇山集团偌大的产业，终究需要合适的继承人。他此番回城，看似是归家落脚，实则是考验2个儿子的本心与品性。他可以交出亿万家产，却不能把暗藏祸根的事业交给心性不正的人。沈明诚听完父亲半生的坎坷与隐忍，满心心疼，询问父亲这些年是否受尽苦楚。郑爷看着心性纯良、待人真诚的小儿子，心中倍感欣慰，直言自己没有选错孩子。他当即表态，想要让沈明诚接手镇山集团的产业。沈明诚瞬间惶恐不安，连连推辞，直言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卖菜的小贩，不懂账目，不懂经商，不懂职场谈判，连正式西装都从未穿过，根本没有能力执掌偌大的集团产业。郑爷耐心开导沈明诚，所有的能力都并非天生，不会可以慢慢学习培养。相比于圆滑世故、趋炎附势的本事，坚守底线、心怀善良、懂得体恤底层疾苦，才是执掌大企业最珍贵的品性。沈明诚亲身经历过贫穷困苦，被人欺压轻视，所以深知何为对错，何为底线，不会仗势欺人，谋取不义之财，这是最难得的品质。一旁的陈秀莲也连忙为丈夫表态，沈明诚虽不贪心，不求富贵，却绝非懦弱无能之人，只要父亲愿意悉心教导，托付重任，沈明诚一定会用心学习，扛起责任。沈明诚思虑再三，最终点头答应尝试接手家业，同时坦诚自己并非贪图钱财富贵。郑爷心中了然，欣慰表示，若是沈明诚贪图名利，一心逐利，自己反而绝不会选择他。而另一边，得知所有真相的张曼兰和沈亦菲彻底陷入了悔恨与慌乱之中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为自己往日的势力、绝情与无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